最近内娱的热闹来得有点密，一边是赵丽颖跳钢管舞的片段突然刷屏，腹肌线条、腰身状态、性感张力全都冲上讨论点，网友一边感叹这状态太狠了，一边又忍不住把视线重新拉回85花、90花这条竞争线上。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谭松韵主演的逍遥传出新消息，不但登陆新加坡电视台，还凭借季度播放成绩杀进 TOP 10，累计播放量达到 7.71 亿。这个节点一撞上，味道就出来了。这已经不只是剧播的还不错那么简单，而是让不少人开始重新看谭松韵，她到底是不是那种被低估了很久的稳定型女演员。更微妙的是，逍遥这次的讨论并不是靠大规模营销硬推出来的，它没有那种一夜之间血洗热搜的夸张阵仗，也不是铺天盖地的 CP 营业，但偏偏就是在数据榜单里稳稳站住了，还顺势打开了海外市场。这样的成绩反而更容易让人警觉，有些演员的价值可能从来都不在炸这一秒，而在稳这条线上。而稳这两个字，在现在的内娱其实比想象中更稀缺。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谭松韵这次到底是吃到了作品红利，还是她本人的市场号召力真的到了该被重新估值的时候？很多人总爱把谭松韵放在一个很安全、很舒服的位置上，观众缘好，路人盘稳，演技自然，不容易翻车，听上去全是优点。可也正因为太稳，她反而经常被排除在最激烈的流量叙事之外。可逍遥这波成绩一摆出来，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被一句她就是观众缘好带过去了。因为真正让业内在意的，从来不是单一热搜，而是一个演员能不能让剧持续发酵，能不能让市场愿意继续投她。而这才是后面更值得聊的地方。接下来再往下拆，会发现逍遥的这次上榜背后其实藏着比表面更复杂的信号。现在的剧集市场竞争太挤了，新剧一部接一部，平台推新速度也快，很多作品前期声量大，后劲却非常一般。能在这种环境里靠累计播放冲进榜单，说明它至少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有基础受众愿意点开，二是有持续传播能力，不会播2天就掉出讨论区。而 7.71 亿这个数字放进当下环境里看，更像是一种稳定兑现。不是最夸张的爆发，但它非常像资本最爱看的那种成绩单，可预期、可复盘、可继续下注。再看谭松韵本人，她这些年的轨迹其实很有意思。她不是那种靠高强度艳压、红毯争议或者话题恋情来撑场面的女演员，甚至很多时候，她的存在感是被低估的。可只要作品上线，市场对她的容忍度和接受度又总是比很多人想象中更高。这类演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抗风险。换句话说，观众可能不会天天为她吵到天翻地覆，但也不太容易因为一点争议就彻底转身。对平台来说，这种安全感非常值钱。而且她身上还有另一层加分项，角色适配度高。甜的时候不悬浮，虐的时候不油腻，古偶、现偶、成长线都能接。未必每次都最炸，但大多数时候都能交出及格线以上的完成度。这恰恰就是扛剧潜力和市场重要性最现实的组成部分，不是嘴上夸，是项目方真的会算的账。再横向看，为什么这个阶段大家会不自觉把谭松韵和别的女演员放在一起讨论？原因很简单，内娱女演员赛道从来不只是拼演技，也拼状态、拼话题、拼持续曝光。赵丽颖那边一段钢管舞就能瞬间引爆全网，腹肌线条、身材管理、成熟性感路线，全都精准打中大众情绪。这种视觉爆点带来的传播效率极高，热搜体质也确实强。但另一边，谭松韵走的不是这一挂。她不靠身体话题出圈，也不靠强刺激镜头制造讨论，她更像是靠角色粘性和观众熟悉感，一点点把热度做长。于是对比就变得特别有意思。一个是镜头一出来就抓眼球的爆发型，一个是作品播着播着，数据慢慢往上拱的耐力型。谁更强？其实很难一句话定论。
可市场从来不是只爱一种类型，恰恰相反，越是分层明显的市场，越需要不同质感的女演员去站位。而谭松韵现在最有优势的地方，也许正是她那个看似不够炸，但很难替代的位置。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是海外传播。逍遥登陆新加坡电视台，看上去像一条普通的播出资讯，实际上释放出的意义并不小。因为一部剧能往外走，说明它的故事表达、演员辨识度、受众接受度，至少通过了另一层筛选。不是所有内娱作品都能自然衔接到海外市场，也不是所有演员都能在跨区域传播里保留吸引力。谭松韵这类脸熟、亲和、情绪表达清晰的演员，在海外观众那里反而容易建立认知。这就意味着，它的价值可能不只体现在某个平台的一次播出成绩，而是在更长线的内容流通里，具备继续扩张的空间。而说到这里，问题就更尖锐了，谭松韵这次到底是在回血，还是在升咖？现在网上的声音其实已经开始分成两派了。一派觉得，逍遥能冲进季度 TOP 10，又有海外播出加持，已经足够证明谭松韵并不只是讨喜型演员，而是具备稳定扛剧能力的核心女主。这样的演员不一定天天挂在热搜第一，但真的能带项目往前走。另一派则没那么买账，他们会说 7.71 亿很好，但还不到那种真正改写格局的程度，进 TOP 10值得肯定，可距离现象级爆剧女主还是有差距。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看，其实都不算错。因为谭松韵现在最真实的处境，可能就是大家开始承认她重要了，但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她归到更高一级。这也是她最吊人的地方。她身上有很明显的上升空间，却又不是那种靠一场争议、一段恋情、一个造型就能轻松完成跃迁的类型。她需要作品一步一步积累，需要角色一步一步叠加，需要市场慢慢修正对她的判断。这种路径很慢，也很难。可一旦真的走出来，含金量反而更高。因为这意味着她不是短期情绪造出来的风口人物，而是内容市场真正愿意长期合作的演员。而对女演员来说，尤其是在竞争愈发激烈的阶段，后者往往比前者更难得。再回到赵丽颖那条刷屏热搜，其实特别能说明一件事。现在的观众一边会被高冲击画面瞬间吸走注意力，一边也没有停止对谁更能扛作品的追问。一个靠状态和舞台张力炸开讨论，一个靠作品成绩和持续播出慢慢抬升估值。这两种路径根本不是互斥关系，反而正构成了当下内娱最真实的女演员竞争图谱。所以逍遥的这次成绩真正刺激情绪的地方，不只是谭松韵又有一部剧上榜了，而是她让外界开始意识到，曾经总被放在舒服区的谭松韵也许已经悄悄走到了该被重新定级的时候。她是不是最炸的那个？未必。但她会不会是最稳、最耐看、最适合长期压住的那个？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难回避了。接下来就看后续了。逍遥的长尾表现还能不能继续往上走？海外播出会不会带来新的讨论？谭松韵下一部作品能不能顺势把这波重新评估做实？这些都很关键。因为一部剧冲进榜单，只能说明它还在场。可要真正改写外界认知，它还需要一个更狠的节点，一个能让所有人彻底闭嘴的作品。只是从目前的走势看，这个时刻未必很远。所以问题最后还是落回给观众。谭松韵这次靠逍遥冲进季度播放 TOP 10，是一次漂亮的阶段性胜利，还是她市场地位开始上调的真正信号？在赵丽颖靠舞台状态强势吸睛，女演员赛道重新升温的背景下，谭松韵这种不喧哗却能稳住成绩的路线，究竟是更聪明，还是还差最后一把火？评论区可以直接聊。会觉得谭松韵一直被低估了吗？还是说真正的爆点还在后面？